今天讲述一个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的悬案——南大碎尸案。古代传说中有一种名为凌迟的惨无人道的酷刑。凌迟这个词原本是指一座缓缓降坡的山丘，然而在刑法中，它被用来形容一种残忍的刑罚。受刑者身上的肉会被一片一片的割去，直至其痛不欲生。如今，自从我国脱离了封建社会，这种残忍的刑罚已经被社会彻底遗弃。但令人震惊的是，在上个世纪末，类似凌迟手法的惨案竟然再次发生，也就是著名的南大碎尸案。这起案件的凶手实施手法极其残忍，至今未落网，因此它被誉为中国10大悬案之一。与古代的凌迟行刑不同的是，这起碎尸案的受害者并非在活着的时候被处决，而是在被凶手杀害后又遭到了凶手残忍的碎尸处理。由于对此案的个人兴趣，我多年来一直关注着凶案的相关消息，甚至早几年还亲自探访过与案件有牵连的当事人。我的调查目的是为了搞清楚几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凶手和死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凶手为何要用如此复杂、血腥的手段来处理尸体？是因为凶手与死者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要将死者碎尸万段方才罢休？还是因为死者的尸体上藏有什么线索？如果不毁坏尸体，便会暴露凶手的真实身份。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就得回到案件发生的那一天。1996年1月18日的晚上，南京下起了一场暴雪。这场雪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1月19日，由于大雪的缘故，原本应该在清晨4、5点进行的环卫工作被推迟，直到上午雪停后才开始。因此，在南京的新街口，只有一位拾破烂的老太太像往常一样，在各个垃圾箱里翻找，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值钱的东西。很快，她在华侨路的一个建筑工地的垃圾堆里找到了一件宝贝，至少在她自己看来是这样的。在一层铝箔纸和塑料袋的双重保护下，一包白色的肉片整整齐齐地切好并清洗干净，让老太太欣喜若狂，认为自己捡到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惊喜。但老太太不满足于此，她在附近的垃圾堆继续搜寻。不曾想，她的好运还未结束。在大建营巷13号的垃圾堆里，她发现了另一包相同的东西。她高兴地将其带回家，准备享受这个令人惊喜的一天。然而，当老太太打开铝箔纸，试图清洗这些肉片以中午的烹饪时，她惊奇地发现，有几段东西从纸里掉了出来。当她靠近一看时，眼前的景象让她几乎摔倒在地。原来，她捡到的肉片里竟然有人的指头。这个发现引起了她邻里街坊的惊恐，警察也很快赶到了现场。警方进行了证据收集和鉴定，很快就发现这些肉片确实是人的肉体，而且据法医推断，这些肉体属于同一个女性。老太太第一次捡到的肉片重约 0.8千克，有500多片；第二次捡到的肉片约 0.7千克。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所有的肉片都被切得整整齐齐，排列有序。警方在南京市范围内展开了拉网式排查，越来越多的尸块被发现，据称另有1000多片，都属于同一名女性。死者的器官、头颅和衣物都陆续在其他垃圾堆中被找到。可怕的是，死者的头颅不仅被残忍地割下，甚至还被蒸煮致熟，这种残忍程度令人发指。然而，更加诡异的是，和肉片一样，死者的衣物和肠子都被叠得整整齐齐，好像凶手有某种强迫症一样。这一系列的诡异事件震惊了整个社区，人们对这个恶魔般的罪犯的行为感到震惊和愤怒。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工作后，警方对这起案件感到困惑和无奈。他们毫无头绪，甚至连受害者的身份都无法确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在当地报纸上发布认领尸体的通告，希望有市民能够提供线索。几天后，几位号称是南大学生的女孩前往派出所认领尸体。她们见到尸体后的反应可想而知，面对这样残忍的一幕，就算是神仙也不会无动于衷。但幸运的是，
他们确认了死者的身份，他们的同学刁爱青。刁爱青是南大一名大一的女生，住在南大4舍。据她的同学和朋友们回忆，刁爱青个子约1.65米，身材适中，留着一头短发。她有单眼皮，有点近视，看书写字时会戴上眼镜。而她的性格文静内向，不太爱与人交心。确认受害者身份后，警方第一时间联系了受害者的家属。接到电话的是刁爱青的父亲，我们化名称为刁光明。事实上，他已经好几天没有收到女儿的任何消息，但他一直以为女儿可能是太忙了，忘了按时给家里报平安，所以当时接到警方的电话，他心里立刻就有种不好的预感，并急切地问道：“是我女儿怎么了吗？”然而他得到的回答是一个晴天霹雳。警方告诉他，他的女儿已经遇害。后来，据当时南京媒体的报道，尸体被切成1000多片，头颅、内脏等被煮熟并分散在全市各个垃圾堆里。刁光明甚至到现在也无法接受女儿这样悲惨的结局，他宁愿相信女儿失踪了，一直没有被找到。但无论如何，他得到消息后立即前往南京，并在警局做了笔录。当时的刁光明看起来仿佛是个六旬老翁，似乎失去了爱女，已经夺走了他所有的精气神。刁光明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家境并不富裕。然而，当他的女儿考上南大时，这件事成为了全家的骄傲，决定让女儿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家里不惜倾其所有。然而，他们还未来得及为女儿的成功沾沾自喜，就接到了女儿失踪和身亡的噩耗。当警方询问刁光明女儿的人际关系和是否与他人结仇时，他痛苦地摇头，表示并不了解女儿在大学里的人际关系。他指出女儿性格内向腼腆，不可能与人交恶。女儿仅是大一新生，入学不过100来天，怎么可能得罪人呢？案件陷入僵局，似乎无从下手。警方成立专案组，采用人海战术，逐一排查刁光明女儿生前的社交圈，询问每个人的不在场证明，但这也排除了每个人的嫌疑。专案组渐渐怀疑是随机流传人员作案，便将怀疑对象放在了医生和屠夫身上。法医发现尸块的切口整齐，手法十分专业。考虑到杀人后凶手竟然还有如此的心理素质，仔细地进行分尸，推测凶手是医生或屠夫。然而，由于线索极为有限，办案进展停滞不前。3个月后，专案组仍然毫无进展，无奈只能撤离。这并不是警方失职，因为当时南京的警方确实尽力而为。据南大的保洁员李师傅回忆，警方查户口、查经历，有的人查出了劣迹，警察就会把他们带走进一步审查，足足查了有3个月之久。然而，由于当时条件有限，警方难以查获凶手。岁月匆匆，1年又1年，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于那起震惊世界的碎尸案件的反应渐渐淡化，恐惧和惊慌被时间的消逝逐渐冲淡，似乎这起案件也将如一些其他的无头案件一样，被遗忘在岁月的长河之中，永远沉没在时间的迷雾之中。然而，时光的沧桑并未能完全掩盖这起案件的惨烈。直至12年后的2008年6月19日，一位名为黑弥撒的网友在天涯社区杂谈板块发表了一篇帖子，重新点燃了社会各界对于这起案件的关注，同时也惊动了检方，让这起案件再次浮出水面。在这篇帖子中，黑弥撒重新梳理了当年的碎尸案，并对凶手的心理进行了深入的猜测，同时对南大周围可能与这起案件有关的环境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这篇帖子引人入胜，描绘得如此深入深刻，猜测之准确，让无数读者叹为观止，甚至有人怀疑黑弥撒是否就是当年的凶手。下面是黑弥撒当年帖子中的几段内容。关于嫌疑人的职业，我不妨先从目前所知的情况出发。被害人的尸体被切成1000多片，内脏被煮过，并被整齐地叠好，包括衣物也被整齐地叠好。
这表明嫌疑人有着极强的心理素质，同时也可能拥有医学方面的知识。由此可以推断，嫌疑人的文化程度较高，可能接受过高等教育，至少高于普通初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想象一下，如果凶手只是一个普通的初中或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他怎么可能吸引一个在校大学女生的注意，又怎么可能做到冷静的分尸呢？因此，我认为凶手的职业可能是屠夫、厨师或者锅炉工，但这些职业的从业者文化程度和素质都不高，所以凶手的职业真实身份还有待进一步的确认。据黑弥撒猜测，这类变态犯罪案件的凶手童年或少年时期往往经历过一些对自己身心造成伤害的事件，这些事件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留下了阴影，最终导致了他们犯罪的行为。或许是凶手被刁爱青的外表、气质和穿着所吸引，勾起了他对不堪回忆的童年或少年时期的想起。这些回忆并不美好，却激起了一个黑暗的念头：杀死被害人。凶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将他心爱的女人永远留在身边。虽然这也许不是他第一次这样做了，但他觉得被害人与他有着太多相似之处，甚至有时让他觉得被害人就是他。于是，凶手开始失去控制。每当他与刁爱青相处时，他总能回忆起他给他带来的快乐和伤痛。最后，黑弥撒总结了自己的分析，并推断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特征。嫌疑人可能是一个年龄在30岁至40岁之间的男性，也可能年龄在30岁以下。他相貌端正，气质成熟稳重，性格内向，为人谦和，单身，受过高等教育，文化素质较高，喜欢听音乐，也有可能热爱文学。他住在南大附近，独居，懂得一些医学方面的知识，但没有人知道。随着黑弥撒的出现，各种猜测和传闻四起。虽然我认为黑弥撒的分析有一定合理性，但我的猜测与他却完全不同。后来，南都周刊的记者去了刁爱青老家采访刁爱青的家人。刁光明向记者透露，在1月10日傍晚，也就是刁爱青失踪的那天，与刁爱青同宿舍的几个女孩使用电磁炉烧东西，但被宿舍管理员发现并罚款。虽然刁爱青并没有参与烧东西，但管理员依旧要求所有人均摊罚款。因此，刁光明猜测刁爱青可能是因为赌气离开宿舍。值得一提的是，当局曾在当地报纸上刊登认尸通告，最终认领尸体的人是刁爱青的几个女同学。这几位女同学的身份就是当天在刁爱青宿舍使用电磁炉的那些室友。然而，刁爱青的离奇死亡后，她的室友们并没有坐以待毙，相反，他们积极配合警方报警并确认了被害人的身份。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向警方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例如刁爱青在校期间曾在某书店邂逅了一个自称作家的男性等等。对于那些有求学经验的人来说，大学室友往往是最亲密的伙伴，因此后续的调查和推理主要基于刁爱青的室友们提供的线索展开。之前黑弥撒所提出的凶手可能具备医学知识并与刁爱青有过接触的男性，也是基于室友们的线索而推测出来的。当然，如果刁爱青的室友们说谎了呢？如果刁爱青与某个身份不明的异性并没有过于密切的往来呢？这些问题都能排除。然而，据资料显示，当年刁爱青失踪后，他的室友们确实表现出了一些奇怪的行为。侦办此案的刑警回忆说，他们在勘察刁爱青的宿舍时，发现宿舍异常干净整洁，尤其是刁爱青的床铺，床上的被子被铺得看上去仿佛床上还躺着一个人一样。这一幕引起了广泛的猜测和推断。有人认为这是刁爱青铺床的习惯，有人认为这是刁爱青为了制造外出过夜的假象而铺的被子。如果这个假象是凶手精心制造的呢？这个想法可能会让你不寒而栗。然而，成千上万关注此案的人都会认为这种可能性太小了。有人甚至会问，凶手为什么要制造这种假象呢？在1月10日晚上到1月22日这段时间里，刁爱青失踪的消息传得很快，
刁爱青消失了，但与他同楼层的同学们并不知道他失踪了。偶尔有同学从他的宿舍门前路过，会看见床上好像躺着个人。这种细节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这意味着刁爱青已经离开宿舍很长时间了。但他的室友们却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甚至瞒住了这件事。刁爱青是一个内向腼腆、不善交际、家庭条件差的女孩，她不愿意均摊宿舍管理员的罚款。这样的一个女孩，会无故在外待上那么多天，不仅不回宿舍，并且连课也不上吗？这让人感到非常奇怪。更奇怪的是，她的室友们对她的失踪不闻不问，这件事一直被藏着掖着，没有被其他任何人知晓。有人开始猜测，1月10日到22日这10多天的时间，用来仔细清理杀人现场、处理尸体，应该绰绰有余了。有网友甚至做出了更大胆的推测，认为刁爱青宿舍就是第一案发现场。1月10日当天，刁爱青与室友们因电磁炉事件产生了争吵，于是室友们一时愤怒，失手杀害了他。室友们犯错后，谁都不愿意承担责任，于是决定隐瞒此事，伪装成变态杀人事件。甚至还有一种说法是，宿舍的另外几个女生都是很有背景的大人物，于是当晚几个女生过失杀人后，向学校或老师哭诉，而学校选择了替这几位有前途的女孩瞒过这件事。这种说法之所以流行，则是因为有网友在调查过程中试图获得当年刁爱青所在班级的师生名录，却吊诡地发现这份名录被调包了。这让人们开始思考，到底是什么人极其不愿提及这宗惨案呢？警方承受着压倒性的重压，一旦涉及命案未能侦破，便会面临无尽的质疑和责难。更为重要的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恶性案件的公开宣传并不适宜，因此警方在当年的排查中投入了大量精力，并设置了高额悬赏，但却未能获得足够的线索和证据，这无疑是难以忍受的耻辱。此外，南大碎尸案的抛尸碎尸工程量过于浩大，让人们倾向于相信这件事可能不是单人所为，而是数人合谋。因此，网友们开始猜测学校可能涉及其中，并将责任推卸给学校。这种猜测自然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过，对于这种说法，我本人持怀疑态度。尽管我之前曾怀疑刁爱青的室友有可能与案件有关，但据当时的一位同学回忆，事发后，学校将血迹斑斑的上衣放在橱窗展示，许多女生都感到恐惧，不敢晚上出门。与刁爱青同住一个寝室的女生们也非常担心，晚上总觉得床上有人，于是向校方申请更换宿舍。这显示出室友们的心理状态与推测相互矛盾。如果室友们真的是过失杀人，那么在警方调查前，他们怎么能毫无心理压力地一直住在宿舍里呢？此外，另一位网友提供了一组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此人追踪刁爱青失踪前的行踪，发现他在失踪前1天整天都不在学校。后来刁爱青解释说，他和老家的亲戚一起出去玩了1天，但很明显，刁爱青在撒谎，因为他的父母甚至不知道这位所谓的老乡到底是谁。而且，如果这确实是一个老乡，那么失踪后，这位老乡为什么没有露面关心一下呢？这些疑点合起来，让人们很难不怀疑，在失踪前的那1天，刁爱青很可能与凶手有过接触。刁爱青，一个性格内向、不善言谈的女孩，即便与室友相处也显得有些生疏。开学仅过去100日，她又能认识多少人呢？又会与谁共度整日呢？考虑到刁爱青的情况，她所认识的人只能是老家那边的人，或者短暂100日内认识的南京本地人。但是，从凶手行凶抛尸的线路来看，凶手必定对南京非常熟悉，因此可以排除凶手是老乡的可能性。这时，不禁让人想起室友们提到的一件事：刁爱青在书店邂逅了一位自称作家的男士。知青、作家、读书人，这些身份很容易吸引一个文静、性格孤僻的女孩。假如这个人还谎称自己是她的老乡，
更是能轻易取得刁爱卿的信任。毕竟，平时彬彬有礼、有条不紊的男性，往往最能得到女孩们的青睐，而恶魔却往往隐藏在身体深处，无法被肉眼察觉。这位男性是有预谋地盯上了刁爱卿，并了解他在学校里似乎透明的、几乎不存在的性格和交际圈。如此一位女孩，在书店、街头与男性进行一些交谈往来，谁又会注意到呢？难道这种女孩不是最容易成为下手对象的吗？而这位网友的推理亦与黑弥撒在案中的推理部分相符，或许凶手就是一个年龄在30岁以下，相貌端正，性格内向，稳重成熟，谦和有礼，单身，受过高等教育，文化素质较高，热爱音乐和文学，居住在南大附近，独自一人居住，同时懂得一些医学方面知识的成年男子呢？当然，我并不是在说这篇文章中的分析一定是正确的，然而，这些分析可以为当局提供一些思路，至少也能为这个案件提供一些热度，让大家不会轻易忘记这个残忍的案件以及真凶至今仍未落网的事实。想一想，这个如此残忍的凶手，至今仍然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混迹在人群中，也许就潜藏在你我的身边，这难道不令人毛骨悚然吗？时光飞逝，距离黑弥撒发帖引起男大一19岁时案的再度关注已经过去了5年。实际上，从案发的1996年至今，随着网络的普及和人们对信息的获取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几乎每年都会有关于此案的进一步消息传出。当然，其中绝大多数都只是传闻，只是始作俑者的一厢情愿而已。只要这个案件没有被侦破，凶手没有被抓获，各种各样的猜测和传闻就永远不会停止。当然，这些都是善意的，所有这些传闻与猜测只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提供尽可能多的线索、灵感与关注度，以早日将真正的凶手绳之以法。我们可以默默祈祷，希望真凶早日被发现，也为死者的父母祝福，愿生者坚强，死者安息。本集已经播放完毕，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大家点赞、订阅和支持。